日本有个奇特现象，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，只要是日本人就都逃不过要被中国人火化的下场。不仅如此，从肉棺到肉土，从棺材到墓碑，那全都是一条龙服务。但凡有哪家工厂出点事歇一天，日本人的白事就办不下去。为啥日本人到死都离不开中国呢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日本位于太平洋西岸，国土面积约为37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25亿人。去年有段时间呢，日本就十分流行气球葬，就是用一个可降解污染的气球把人的骨灰带到天上去。日本为啥会流行这种奇怪的葬礼？便宜是主要原因之一，另一个就是日本实在是没地儿埋人了。但不管他们流行什么葬，只要进行火化，那绝对逃不过中国的手笔。当年日本前首相某安火化的时候，就有小聪明发现，把某安给烧没了的那家火葬场居然是中国人开的。不过也正常，就东京9家火葬场中，有6家都是一个叫东京博善公司的，而这家公司早在2022年就已经被中资控股了。至于为啥会被我们控股，这就不得不说到一个人，罗一文。东京博善的母公司是广济堂，而广济堂的大股东就是麻生集团。当初麻生集团抛售广济堂股份的时候，罗一文就让自己的公司跟在背后收购，再加上他另一家公司也有广济堂股份，两者相加，持股直接超25%，直接成了大股东。这还不算完，后来广济堂又对东京博善增资，股份超40%，东京博善就这么成了中资企业。日本很流行火葬，火葬的概率高达99.97%。但问题是，原先呢，日本的火葬场管烧不管埋，做白事的话都归殡仪馆去处理。然而等到中国资本开始进场后，表示我全都要，人他不仅要烧，还得包揽其余的一切，什么棺材啊、墓碑啊、葬礼之类的。虽然是火葬，但日本人也不是不需要棺材，相反，人家表示棺材这东西呢，是送给亲人的最后一个礼物，不仅要，还得足够好。就是有个要求，毕竟人和棺材一起烧的，所以棺材不要多贵重，也不要什么千年不朽，易燃就行。在2021年，日本死亡人数为143万人。面对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，中国人是不可能放弃任何一个能送走不是能赚钱的机会。而有个中国县呢，就这么突出重围。没错，它就是北上广曹的山东菏泽曹县。超90%的日本棺材都是出自于曹县。对于日本要求的易燃条件，曹县表示说，他们这就盛产泡桐木，这木材生长周期短，烧了没味儿，还一点就着，完美的符合日本的要求。一开始曹县呢只是出口木材，后来一想，咱可是艺术之都啊，弄个棺材还不是手拿把掐，于是直接出口成品，价格不仅比日本本土便宜，日本产的卖10万人民币，曹县直接便宜到2000，而且手艺还不差，什么镂空啊、开窗啊、蕾丝图案等等，只要是日本喜欢的，通通都安排上。他们甚至还派团队去日本，时刻关注市场动态。就问这敬业程度，哪个日本人不想躺进曹县的棺材呢？除此之外，骨灰盒排位的出货量也一点都不低。日本棺材市场90%的占有率是什么概念？就说140多万人来算，一个卖3000，一年的收入也能高达37亿元。你以为送走日本人的一条龙服务就到此结束了吗？细数一下，日本人躺在中国制造的棺材，然后在中资控股的火葬场烧成灰，最后到了中国制造的骨灰盒，埋进地里后呢，亲属们对着墓碑一边烧纸一边痛哭流涕。你想的没错，这墓碑呢居然也是中国制造的，而它就来自福建省惠安县。其实墓碑这东西没啥技术含量，连印度人都能做。惠安县能出彩呢，靠的就是那一手石雕手艺。和曹县一样，惠安是石雕之都，很多雕像都是出自于惠安人之手。比如说橘子洲的伟人雕像，惠安出口的墓碑占据了日本墓碑市场的90%，每年收入20亿。更夸张的是，那惠安但凡出点啥事歇业了，那日本人就算死了也得在那等着。就比如说惠安因为疫情停工，日本人排队抢购墓碑呀，甚至有人直接电话联系到了工厂老板，说能不能加急一下，家里老人葬礼停了好几天了，就等着墓碑呢。可能会有人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不卖惠安的不就行了？然而搞不好的是，就算是买欧洲的，人家估计呢也是把食材发到惠安，弄成成品后再送回欧洲发到日本去。为啥日本的殡葬行业会被我国垄断？一方面呢是日本人自己觉得殡葬这东西就不吉利，没人干这一行；其次，日本确实缺资源，想弄也弄不出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中国企业提供的服务还是蛮贴心的，用过的就没有说不好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也发自己的小手点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